Hello， 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应粉丝朋友的一个要求哈，我们讲一下这个回流焊这个中温锡膏跟高温锡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别啊，让大家了解一下。那有网友提到呢，就是我们这个中温锡膏跟高温锡膏它的区别在哪里？简单说一下啊。那中温锡膏呢，就是我们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我们的 LED 产品啊，包括一些玻璃芯片等等。那这些呢，可能不太耐高温啊。包括我们的 FPC 等等，可能不太高温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个中温锡膏。那高温锡膏的话呢，就是我们常用的那个305的锡膏。那这个时候呢，适应的这个产品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炉温曲线啊，我们炉温曲线这边呢，中温锡膏、高温锡膏，基本上这个炉温曲线呢，它的温区啊，基本上还是一样的，都是4个温区，一个是升温，一个是恒温区，一个是焊接回流区，还有一个就是冷却区。那么我们中温锡膏呢，顾名思义啊，中温它的熔点呢是178度，那我们高温锡膏呢，它的熔点是217度啊，或者说再高一点点，或者220度等等啊。那中温锡膏的炉温曲线呢，分4个温区呢，简单的说一下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升温区，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室温大概是升到150度左右啊。那如果是恒温阶段呢，就是150到180。如果是回流焊接的这个温区呢，就是180到220之间。那么冷却区当然就是从220降到室温啊。那这是中温锡膏的4个温区的一个温度范围。那我们高温锡膏肯定大家就比较熟悉了，用的都比较多了啊。基本上也是4个温区了，一个是升温，升温的话也是从我们的室温25度啊，然后升到150度左右啊。然后这个恒温区的话就是150到180之间，然后这个回流的一个融化的一个区域呢，也就是在180到这个220之间。那有些时候炉温曲线的话呢，它就是从220到260之间啊这样的一个范围。那冷却区的话呢，那就是从260降到我们的这个室温，大概是这样子。那总的来说的话呢，4个温区基本上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中温跟高温仅仅就是在于我们对于这个电子零件啊产品它的特性的一个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锡膏。所以呢，再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经常用到 LED、FPC， 包括一个敏感元器件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中温啊，因为像我们这边的话，经常做这个 LED 的产品。我们这个 LED 有些时候我们用这个高温的这个炉温曲线的话呢，在我们客户那边做测试的时候啊，并不能保证是100% OK 的，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我们的客户这边使用中温锡膏啊。当然这个灯的话也是有很多种的啊，像那种带有这个胶面的啊，那可能那个耐温就没有那么高。像我们平常的0603啊、0805啊、0402、126那些灯的话，基本上还是耐高温的啊。所以的话呢，我们选择不同的锡膏还是根据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元器件来选择的。那大家我相信每个工厂啊都有自己的一个工艺工程师等等，在做产品一个前期评估的时候，还是可以对这个元器件的一个温度能够做好一个前期的一个评判。那后续我们在使用锡膏的时候呢，根据这个不同的耐温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温跟高温锡膏的一个区别。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区别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可以继续提出疑问，我这边呢会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答。那今天就到这里。